在中国，有这样一个民族，他们头戴尖尖的白帽子，身上穿着10多层叠加的短上衣，下身是一条极为短小的扭裆裤，右胸在传统场合会半露，银饰在阳光下发出细碎光点。这样的造型若放在城市街头，可能会让人惊讶不已，但在这里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方式，是祖先留下的身体审美。他们就是一车族，一个仅剩2000人不到的民族，如今正生活在中国云南。在外界看来，他们奔放大胆，甚至让许多人误以为一车族处处猎奇。但当真正走进这个族群，才会明白，这些并不是奇特或惊世骇俗的文化，而是一套紧贴自然环境、贴合山地农耕生活节奏，经过数百年沉淀的文化。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车族，探寻这个在角落默默生长的民族。在中国地图的西南角，云贵高原像一只被风反复吹皱的巨大手掌，山脉从北向南伸展，仿佛不愿被任何人驯服，层层叠叠地一直扑向边境。一车族就生活在这片地势复杂、云雾缭绕的山地上。云南省红河县的大洋街、浪堤以及车谷3个乡是他们最为集中的聚居区。这里山路曲折狭窄，越往深处走，手机信号越稀薄。村寨散落在海拔1000至2000米的山腰，云雾在脚边游移，伴随着早晨的风，把整座山谷变成白色的海。如果从高空俯瞰，这里是一幅由梯田、溪流、木屋和樱花共同拼成的画卷，而一车族就在这幅画卷的缝隙之间生息。虽然被官方划入哈尼族，但一车族是一个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支系。他们的人口规模不大，共约2万多人，却拥有一套在哈尼族内部都显得独树一帜的语言体系、服饰系统与婚恋文化。正因为他们长期分布在深山里，与外界互动有限，他们的传统显得更加鲜明，更加完整。与其他哈尼支系相比，一车族的聚落更为分散，许多村子依山势而建，一村到另一村往往隔着巨大的山谷，梯田环绕着村寨，一层又一层，有的呈扇形铺开，有的像水波纹一样扩散。这样的地理结构使得一车族必须依赖山地农业生存，也更依赖村落内部的小共同体来维持日常生活。这种地理环境不仅塑造了他们的生计方式，也决定了他们文化的诸多特质。比如一车族人敢于行走陡峭山坡，熟悉山间激流，他们的体态、审美和服饰都深受环境影响，尤其是女性的衣着，10多层短上衣搭配极短的扭裆裤，在外人看来独特甚至大胆，但对一车族来说，这恰恰是最适合山地劳作的服饰。梯田边的水泥从未光滑，农活对灵活度要求极高，长裙不便，宽裤不稳，于是越短越好冻成了他们最直接的生活宗旨。而山地的分散对于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也起到关键作用。一车族村寨之间往往距离远，路难走，一个村寨就是一个微型世界，有自己的祭祀地点、自己的节庆时间，甚至同属一车族，但不同村寨的节日仪式也会略有差异。而正是这些地理环境与生活条件，共同催生出一车族最具特色的文化核心，他们的爱情观、婚俗体系与节庆结构。山地隔离让他们更强调个体自由，人口规模小又必须维持族群繁衍，于是自由恋爱与严格婚规并存。村寨散落又让年轻人需要节庆作为相互认识的场合，于是养阿纳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相遇仪式。如果说一车族的日常生活是由梯田和山林塑造的，那么他们的爱情文化则是由养阿纳节点亮的。这个节日不仅是他们一年里最盛大的活动，也是整个一车族婚恋体系的核心。要走进一车族的爱情，必须从这个节日开始。养阿纳节的日期没有固定在公历的哪一天，而是由一车族自己的时间体系决定。春耕结束后的第一个属猴日，在山谷里，与其说一车族追随的是日历，不如说他们追随的是季节。春耕意味着新的轮回开始，而猴在一车族古老的图腾体系中象征灵动、爱情与生命力，因此
春耕后的属猴日是一年中最适合男女相遇的时刻。节日当天，从山谷到高坡，从梯田到村寨，整个区域都沉浸在一种像要溢出来的热闹气息里。年轻人换上最精致的传统服饰，尤其女孩会把银饰层层叠叠戴满，从胸前到耳畔，到处发出细碎的金属声响，那是节日的节奏，也是一种无形的信号。今天是可以相遇、可以表达、可以选择的日子。养阿那节的传统源于一个古老的族群传说，传说里，一车族的祖先是龙女的后代，而在春天万物复苏时，龙女会返回山里，祝福族群繁衍与丰收。年轻男女在此日相遇，是象征着龙女的赐福，也是象征生命力的延续。这个传说至今仍在一车族村寨口口相传。节日最重要的活动是山歌和对歌，女孩们通常围坐在一起，弹奏三弦，男孩则拿着口弦或小鼓站在一旁回应，歌声此起彼伏，内容围绕爱情、劳动、生活，既不羞涩也不夸张，而是自然流露。一车族的歌不追求技巧，而追求真诚。谁的歌能让对方停下动作，抬起头，就是最直接的评价。但养阿那节最有特色的活动是打魔球，一种象征繁衍与生殖力的节令玩法。魔球类似巨大的跷跷板，需要两人配合才能完成动作。当地人认为，打魔球不仅是娱乐，更是象征生育能力的祭祀行为。越高、越稳、越协调，被视为越好运、越吉利。因此在节日里，魔球旁总是围着最多的人。此外，阿巴多酒宴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酒是一车族节日的重要媒介，在这个节日里，喝的是自家酿的米酒。酒宴通常从傍晚持续到深夜，年轻男女借着酒意表达平日羞于说出口的心意。虽然现代的年轻人逐渐淡化这些仪式，但在许多村寨里，这一传统仍被视为节日的灵魂之一。在养阿那节的历史中，外界最常提及的或许是过去曾经存在的摸乳礼，一种年轻男子以触碰女性胸部来表达好感的旧习俗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一习俗已经在现代逐渐淡化或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歌、酒宴和银饰展示等更温和、更易被接受的表达方式。一车族在与现代社会接轨的过程中，不断调整、修正自己文化中的边缘部分，使其更能被外界理解。从外界来看，养阿那节是一场爱情节日，是一种文化符号。但对一车族而言，这不仅是年轻人的节庆，更是整个族群向自然表达感谢的方式。他们感谢土地一年四季的馈赠，感谢梯田维持生活，感谢山林给予资源，也感谢族群仍然延续着生命。如果说养阿那节是一车族公开而热烈的爱情舞台，那么真正的恋爱关系则是在节庆之外更为细腻。一车族的恋爱制度在外界看来自由度极高，一车族恋爱体系的核心是车爱关系。根据素材记载，车爱指的是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恋爱对象的关系模式。对于外地人来说，这听起来似乎和现代概念中的开放式关系相似，但对于一车族而言，车爱并不是为了追求刺激。一车族长期生活在山区，村落小而分散，人口基数不大，自然条件不允许形成庞大的社群组织。在这种环境里，恋爱不仅是情感活动，更是扩大社交圈、避免族内婚、维持基因多样性的方式。换言之，恋爱必须开放，否则族群将越来越封闭。然而开放的同时，他们又需要通过明确的规则来维持秩序。于是一车族形成了自由恋爱加严格婚姻的双轨系统。女孩年满14岁后，可以搬进属于自己的小耳房。小耳房通常建在主屋旁边，独立、干净、简单，是女孩成长为成年女性的标志。从这一天起，她可以自主与喜欢的人约会，而不是在家庭严密监管下生活。耳房的存在既保障隐私，也保证安全，同时清晰划出成年与未成年的界限。姑娘住入耳房后，恋爱往往通过象征性的物件来表达与回应。最著名的是白帽子和钥匙。当女孩愿意接受一个男孩的追求时，
会摘下头上的白帽子交给对方；如果想进一步建立亲密关系，则会把耳房的钥匙赠予心仪的男孩。这不是轻浮的象征，而是深具文化意义的仪式动作。白帽表态心意，而钥匙则意味着信任，是对未来可能关系的开放。相对的，如果女孩拒绝一个追求者，她不会直接口头拒绝，而是递出一面小镜子。这面镜子在一车族中被视为一种礼貌拒绝的媒介，拒绝你，但不丢你面子。在恋爱中保持彼此的尊重，是一车族极为看重的礼貌和态度。然而，自由恋爱并不意味着一车族的恋爱关系永远天真浪漫。事实上，一车族内部对于恋爱关系的变化非常坦然，他们允许青年人在婚前自由尝试不同的对象，也没有强制一对一的恋爱形式。但这并不代表关系随意，一车族强调责任而非束缚。一个女孩选择谁进入耳房，便意味着对她承担一定责任，并且需要在节庆或日常中做出相应的公开承认。与哈尼族的恋爱文化相比，这种开放几乎是截然不同的方向。哈尼族整体更强调家庭利益和长辈安排，恋爱往往是娶妻成家的前奏，而一车族的恋爱则更强调个体体验与情感选择，家族干预较少，长辈的角色更多是旁观者。这种差异直接源自双方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。哈尼族多人同住，家族协作紧密；一车族家户独立，村落分散，个人选择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要。不过，一车族的恋爱自由有一个关键的截止点，一旦进入婚姻体系，自由便不再继续。婚后若已有孩子，男女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忠诚义务，否则会被视为违反族规。也就是说，一车族的自由恋爱只存在于婚前阶段，而婚姻一旦成立，就必须遵守责任与稳定。这种前开放后收紧的结构，是一车族保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。他们的自由是年轻阶段的自由，他们的责任是成家后的责任。恋爱是个体的，婚姻是族群的。在这个体系里，两者没有冲突，只是各自属于不同的人生阶段。一车族的婚姻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——娃娃亲制度。在许多村寨里，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，父母便会根据家族关系、地缘或情感纽带，为孩子确定未来的婚配对象。娃娃亲不是强制，而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纽带。若双方成年后仍愿意接受，则可以顺利成婚；若不愿意，传统也允许解除。这种制度严格来说并不完全束缚个人，但确实建立了一种预设的婚姻框架。前面说到，女孩进入青春期会搬进自己的耳房，男孩则自由追求。恋爱可以自由发展，甚至可以同时爱上多个对象，直到双方明确选择伴侣。然而，一旦两人决定迈入婚姻阶段，所有自由阶段的关系都必须终止。一车族认为，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两个家族、两条血脉的重新编织，因此必须稳定。一车族婚姻最具特色的是多次出嫁彩礼翻倍制度。具体来说，女子第一次出嫁时，彩礼是基础数额；若离婚、改嫁，在出嫁时彩礼必须在前一次的基础上翻倍，第三次、第四次依然如此。这一制度在外人看来可能令人惊讶，但对于一车人来说，婚姻并非轻易重来，但如果重来，必须提高家族的社会成本。如此一来，家族不会随便干涉婚姻的稳定，而婚姻双方在决定维持或结束关系时也会更谨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制度并不惩罚女性，反而赋予女性更高的婚姻价值。女子离婚后再婚，彩礼反而更高，说明一车族对女性的社会评价并不会因离婚而降低，这一点与许多传统文化存在明显差异。而孩子也是维系他们婚姻的重要纽带。一车族的恋爱自由在婚后会被完全收束，若婚后尚未生育子女，夫妻间仍保有一定的恋爱自由，但一旦生子，忠诚义务立即生效，任何婚外关系都会被视为违背族规。这种以子女为界限的制度，在民族文化中非常少见，但在一车族的山地环境里却极具功能性。
孩子的出生象征家族延续，意味着两个家族已经通过后代绑定在一起，因此需要严格维护稳定性。一车族男性如果在婚后出现越轨行为，可以通过摸狗完成一种象征性的驱秽仪式。这个仪式并非赦免，而是一种象征的自我警告机制。摸狗意味着承认行为越界，并愿意重新回归家庭责任。然而，这一制度的不对称性也在一车族的现代文化讨论中引发反思。许多一车族女性对于男性通过仪式即可化解责任，而女性必须严守规矩的现象并不满意。但这种不平衡的结构正在随着时代改变，而非彻底固化。当我们把镜头从山谷、梯田、节庆和耳房撤回到更大的时间尺度，就会发现一车族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转折。过去，他们的文化几乎完全依赖地理的隔绝来保存。如今，随着道路被修通，外地游客进入，互联网信号爬上山坡，一车族的生活方式正被慢慢改写。最直观的变化来自服饰。一车族女子传统的扭裆裤、白帽子、7至10件叠穿的短上衣，在早年是日常穿着，而如今更多成了节庆、表演或重大场合才会出现的装束。女孩在外出打工或接触外界后，更习惯穿上便于行动、符合现代审美的服饰。只有在养阿纳节、迎宾表演或村内重大喜庆中，他们才会重新穿上传统衣装，用厚重的银饰来表达身份。但服饰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丢失。一车族人自己也明白，传统服饰既代表历史，也是村寨在旅游时代最具辨识度的符号。因此，在不少村寨，老人仍坚持教女孩如何叠穿短上衣，如何编织白帽子。年轻人在节庆中也会主动换上传统服饰，因为这是族群在当代社会重新确认身份的一种方式。婚恋习俗也在发生调整。前面提到的小耳房和多伴侣恋爱体系仍然存在，但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，文化价值观改变，耳房不再像过去那样象征成年后的自由。相反，很多女孩在城市里接触到外界的恋爱观后，对耳房传统持有更复杂的态度。一方面，他们理解耳房是文化的一部分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开始期望更稳定、更双向的情感关系。这种心理转变让耳房制度逐渐淡化。彩礼翻倍制度与离婚后的再嫁机制，同样在新时代受到讨论。一车族的彩礼制度赋予女性较高的婚姻价值，但随着年轻人教育水平增加，外界观念进入，一些人开始质疑传统制度中性别责任的不对等。比如男性婚后若越界，可通过摸狗仪式驱会这样带有象征性赦免意味的做法，如今在部分村寨中已逐渐减少，被认为与现代性别平等价值不符。节庆文化的变化也很明显。养阿纳节在过去是单纯的族群节令，如今则被赋予更强的文化展示属性。2004年后，当地政府将节日重新包装，使其成为可以吸引游客的文化活动，加入了舞台表演、民俗展示等新元素，这让节日变得更热闹、更整齐，但也让一些人感叹失去了原来朴素的灵魂。然而，对于不少一车族年轻人来说，这种变化并非完全负面。节日规模的扩大让他们有机会将自己的文化展示给外界，也让村寨获得经济活力。旅游的介入促使一些古老传统被重新整理、重新认识，甚至因为外界的兴趣而被保存下来。传统不再只是日常，而成为族群的文化资产。现代化同样带来离乡的潮流，许多一车族青年选择走出山谷，到昆明、玉溪或更远的城市打工。他们在工厂、餐厅、建筑工地上工作，带回薪水，也带回新的观念。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碰撞，使得村寨的新一代正在不断重新定义成为一车族的意义。但无论变化如何，一车族的文化核心仍在山谷里保持着生命力。梯田还在，山歌还在，耳房还在，节庆还在，只是以一种更开放、更多元的方式继续延续着族群的独特性。传统不一定要原封不动地停在过去才能算是传统。
它也可以以新的姿态活在现在。外界之所以觉得一车族特别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偏离了常理，而是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理解山地文化背后的逻辑。每一个看似难以理解的习俗，都有它生长的土壤。衣着暴露是因为梯田劳作需要灵活，耳房制度是为了让分散村寨的青年能有表达情感的空间，多伴侣恋爱是人口小、地理隔绝下的社群生存策略，婚后忠诚是族群稳定与梯田协作的保障，彩礼翻倍是确保女性社会价值不因婚姻变动而降低，节庆狂欢则是山地民族在艰难生活中的精神出口。一车族的文化不是大胆猎奇，而是一套适应了环境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的传统、习俗、仪式与审美都源自山地农业与自然节律，而不是为了迎合外界目光而创造。当现代化渐渐涌入山谷，一车族也在悄悄改变，他们调整服饰，重新诠释节庆，让耳房逐渐淡化，让传统与城市生活取得新的平衡。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被山林包围，却仍试图在时代洪流中保持最核心的部分：人与土地的联系，人与族群的连接。文化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我们熟悉的模式，而在于它是否能让一个族群活下去。一车族的文化让他们在复杂的山地环境里持续生存，让每一代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知道自己该如何继续生活。我们在看待一车族的文化时，不应用奇怪或神秘这样的标签去描述，更恰当的视角是理解文化如何被地理塑造，被生活需求塑造，被族群历史塑造。正如纪录片常强调的，越是深入了解，越会发现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文化习俗，其实都合理的让人心生敬意。这片山谷并不大，却容纳着一个完整而独特的文化世界。它提醒我们，世界上还有许多生活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，却同样真实，同样值得被看见。当我们最终离开一车族的村寨，再次走上山路，回望那片云雾缭绕的梯田，所有的奇异、震撼、好奇都慢慢沉淀下来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